Ciao a tutti， 我是淘淘，欢迎来意大利找淘淘。今天要继续介绍罗马3日游的攻略，还没有看过上一期的朋友，记得点上方小卡片哦。72个小时跟着淘淘这样走，带你玩遍罗马，肯定会少走很多冤枉路，让你轻松掌握景点、路线、必吃美食以及住宿区域选择以及避雷指南，真的是干货满满哦！赶快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今天的重点行程就是梵蒂冈。梵蒂冈就是一个在罗马里面的国家，没错，它是一个国家，它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小的国家，大小呢大概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广场面积左右。圣彼得广场由贝尼尼设计，由284根多利克柱组成，像是拥抱所有进入圣彼得大教堂的信徒一样。从空中俯瞰广场呢，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钥匙孔，与圣彼得大教堂完美的契合。想要来看教宗爷爷的呢，记得周3一定要来哦。每周3呢，教宗都会乘坐他的专车出游，祝福群众。圣彼得大教堂，艺术界的大师们一起盖的杰作，能不来参观吗？从勃拉蒙特到拉斐尔，再到米开朗基罗和贝尼尼，他们共同创造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宗教象征——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。内部呢可以容纳2万人。必看重点为天花板，上面呢覆盖金箔，闪闪发光，宛若你置身天堂一样。圆顶，米开朗基罗在他72岁的时候开始建造圆顶，灵感来自于万神殿的圆顶结构呢，也是受到了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启发。想要欣赏到罗马整个城市的全景的朋友，建议大家可以爬上圆顶哦。可以选择爬551阶登顶，或是搭电梯。必有提醒，绝对不要在周3的时候来哦，人家教宗爷爷在下面游行，基本上你是上不来的哦。8点以前来登顶，否则呢之后会大排长龙，半天的时间都会废在这边咯。支柱，大教堂的支柱呢也非常的值得看，为了支撑这个巨大的圆顶，柱子呢非常的大，而且4根柱子上面呢都有非常精美的装饰。大教堂内必看的作品为乔托的马赛克、圣彼得雕像、贝尼尼的圣彼得宝座、La Porta Santa 圣门。这个门呢很值得一提，因为它每25年才打开一次，下一次开门时间是2025年，大家可以赶快安排一下哦。米开朗基罗的圣母莲子图、贝尼尼的顶棚、高坛圣彼得墓。梵蒂冈博物馆，梵蒂冈博物馆呢由教宗尤利乌斯2世于16世纪创建，是世界上收藏最多、艺术品最多的博物馆之一。馆内呢有7万件作品。我个人是觉得，如果你每一件作品都要大概看一下的话，至少要1天。那时间有限的朋友呢，就重点是参观。以下为必参观的景点：西斯丁小堂，这个不用我多说吧，这个必看哦。这里共有3面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湿壁画，众多的画家共同绘制的摩西诺亚等圣经人物的故事。天花板呢，跟祭坛的后方是由艺术天才米开朗基罗所绘制的《创世纪》以及《最后的审判》。提醒：里面是禁止拍照跟摄影的哦，切记。拉斐尔的房间最著名的呢，就是签名厅，4个主要知识学科的壁画，圣理之争、雅典学院、喀纳苏斯山以及美德与法律都在这边哦。Pio Clementino， 它是梵蒂冈博物馆最初的核心，由12个房间组成，收藏有希腊和罗马时代的重要雕塑。埃及博物馆拥有9个房间，包含来自埃及以及埃及化的罗马作品。Pinacoteca， 该建筑呢按照时间顺序排在18个房间里面，收藏了大约460幅意大利绘画史上主要重要的艺术家的作品。学艺术的朋友呢，绝对不要错过咯。当代艺术收藏共有9个房间，8000件作品，包含绘画、雕塑等等，收藏国际重要的艺术家，比如说像梵谷等等。地理地图画廊，墙上画着40幅意大利各地区的地理地图，每张地图上呢都有主要城市的地图。不仅如此，天花板也是必看重点之一哦。螺旋楼梯，壮观的双螺旋楼梯由 Giuseppe Momo 于1932年设计，非常的特别，大家一定要去走走哦。圣天使城堡位于台伯河的右岸。圣天使城堡呢，首先作为阻止哥德人入侵的要塞，后来呢被当作监狱使用，后来又被作为华丽的教宗宫殿。目前呢是一座博物馆，如果有时间可以进去参观，要不然呢在城堡前面拍照也是非常值得哦。参观圣天使城堡必看的10件作品为下。
月台伯河的圣母大殿是月台伯河区最大的教堂，兴建于4世纪，是罗马最古老的教堂之一。教堂的22根艾欧尼柱式以及柯林斯柱式的花岗石圆柱呢，把中殿跟走廊分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圆柱都来自于卡拉卡浴场。在拉斯迪佛列区，想要体验罗马夜生活的朋友呢，你一定要来这边，可以感受到真正的罗马风情。从圣天使城堡出发，沿着 Lungo Tevere 走大约20分钟就可以走到。这里的小酒馆非常的热闹，教堂呢则有巴洛克的风情。这里推荐一个小摊贩叫做 Sora Mirella， 可以试试他们家的 Gratta Checca， 这是一种传统的罗马饮料，由冰块跟果汁调制而成，口味非常多样，就很像我们的剉冰加水果这样子啦。大家呢有机会可以尝尝看。第2天的美食地图在这边。这些咖啡厅呢，真的是以咖啡为主哦。除了传统的浓缩咖啡以外呢，这里的咖啡种类非常多，煮法也很多，像是滤泡、冷萃、压滤等等。他们也会向顾客解释每种咖啡的特性，让你们选到自己喜欢的咖啡。咖啡爱好者绝对不要错过喽！这间餐厅的位子超级少，记得一定要定位。老板人很好，就很像在老板家吃饭那种感觉。那这里的面食呢，都是新鲜手工的哦，品质也都很好。那他们还有很多罗马的其他的特色菜，分量呢，我觉得是还蛮大的 ，CP 值很高。这是一个有1600年历史的古老酒馆，以前曾经是一个教廷监狱。对于想要来体验独特的那种吃饭体验的呢，可以来这边试试看。开胃菜呢是意式的拉齐奥大区的烤蔬菜以及猪油烤面包、培根蛋意大利面、炖番茄牛尾、拉齐奥大区香烤牛肉、罗马式朝鲜蓟。其实我们来这边是为了吃他们家的培根蛋意大利面 carbonara， 但最后呢，我们都爱上他们家的炖番茄牛尾，因为真的是炖得非常的嫩，又软又嫩，以及他们家的烤羊肉很嫩又很多汁，而且完全没有羊骚味。第3天的旅游地图在这边。人民广场在罗马的最后一天呢，就从人民广场开始吧。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广场，有着罗马最古老的方尖碑。另一边呢，则是2座双胞胎教堂。享受广场的美景同时呢，你可以慢慢的爬上 Terrazza dei Piccio， 从那里呢，你可以欣赏到整个城市的壮丽景色。鲍格才别墅这座建筑呢，可以追溯至17世纪初，是罗马 Borghese 家族在当地崛起的象征。整个别墅呢，被一个超级大的公园围住哦，是罗马第3大公园。这座别墅呢，现在成为了美术馆，里面的珍藏真的都是艺术界的极品中的极品。1楼呢有8个房间，每个房间呢都有一个名字以及特定的主题。Borghese 美术馆呢展示了一系列的古代雕塑、浮雕和马赛克，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画作雕塑，里面有卡拉瓦乔、拉斐尔、提香、贝尼尼以及卡诺瓦等大师的作品，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，大家呢一定要去看哦。圣母大殿，这是罗马唯一一座保留原始早期基督教结构的大教堂。它呢以精美的金色天花板以及装饰墙壁众多的马赛克而闻名。中殿的小教堂呢，这是由意大利最伟大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所装饰的哦。真理之口又是一个出现在电影《罗马假期》中的经典景点。其实呢，真理之口呢是一个古老的下水道井口，传说这张神秘的面孔呢是海神的化身。自11世纪以来呢，这座大理石面具呢被当成一种测谎机来测出轨的女人。当她们把手塞到那个嘴巴的时候，并且发誓没有背叛丈夫的时候呢，如果她们说谎呢，那真理之口就会把她们的手咬断；没有的话呢，就可以把手安然无事的拿出来。马克西穆斯竞技场是古代最大的娱乐场所之一，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建筑之一。广阔的平原呢，也适合举办城市政治、社会和宗教生活有关的活动，比如说像凯旋游行啊，以及公开处刑都在这边哦。
那当然呢，现在已经不会做这个事情了。这边呢，则变成了办活动的场地。塔拉卡浴场，古代最重要的温泉浴场之一，浴场雄伟的墙体结构保存完好，是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热力结构之一哦。有兴趣的朋友呢，不要错过喽。第3天的美食地图在这边，喜欢吃提拉米苏的朋友呢，这间你绝对不要错过哦。除了经典口味以外呢，它还有很多种其他口味的提拉米苏。除此之外呢，第1天如果没有吃到淘淘推荐生乳包的朋友呢，也不用伤心，他们也有生乳包哦。这间餐厅呢是在地罗马人推荐给我的哦，罗马老饕都喜欢来这家 Trattoria， 一定要点他们家的巨大的饺子，你那一切开，它会流出浓浓的蛋液，真的超级好吃。Tortella rosso d'uovo。再来，这间餐厅它位于罗马的犹太人区，所以呢，在菜色上呢，它融入了罗马以及犹太传统的食谱。开胃菜推荐朝鲜鸡炸水鱼、炸节瓜花油炸鹰嘴豆丸。由于这是一间罗马式的传统犹太风味的餐厅哦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是想要尝试没有比较特别新鲜菜色的朋友呢，我非常推荐你来这边。我个人呢非常推荐他们家的朝鲜鸡，是目前我吃过罗马最好吃的炸朝鲜鸡。主食的部分呢，我非常推荐炖羊肉内脏，非常的新鲜，完全不会腥，而且没有什么味道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吃内脏的话，那就不要点。甜点部分呢，个人非常喜欢他们家奶奶做的松子蛋糕，真的超好吃，超级的古早味。好，以上就是罗马3日游的攻略。72个小时跟着淘淘这样走，肯定会少走很多冤枉路哦。如果你喜欢淘淘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淘淘带你看更多的台语大不同。Ciao a presto。